晚上好，欢迎来到深夜听书小电台。今晚想跟大家分享的这本书是《繁花》。你有没有在深夜走过一条老马路？路灯昏黄，梧桐树的影子斑驳地落在柏油路上。那些老房子还在，窗户里透出微弱的光。你不知道里面住着谁，发生过什么故事，有过怎样的爱恨，但你总觉得那些窗户后面藏着很多你不知道的事。上海就是这样一座城市，外滩的灯火太亮，亮到让人看不清弄堂深处的阴影。南京路的人太多，多到没人注意那些独自走过的人。可真正的生活不在那些亮处，在那些暗处，在石库门的楼梯上，在亭子间的窗户里，在菜市场的吆喝声中，在午夜时分两个人在街角的沉默里。金宇澄的《繁花》写的就是这些暗处。他用了30多万字写了上海30年，不是帝王将相的30年，是普通人的30年，是阿宝、沪生、小毛、梅瑞、李李、汪小姐这些人的30年。他们吃饭、聊天、谈情说爱、吵架、分开、老去。你以为什么都没发生，但翻过最后一页，你发现他们的一辈子已经翻过去了。这本书2012年出版，拿了茅盾文学奖，被改成话剧，被王家卫拍成电视剧。但比这些更重要的是，它让上海人看见了自己，让外地人看见了上海。它不是写出来的，是讲出来的，用上海话的腔调，用话本体的节奏，用无数个不想，讲尽了人生的万般滋味。今晚让我们走进那条弄堂，坐到那张八仙桌旁，听他们讲那些年的事。金宇澄1952年生于上海，他这一生和上海缠得太深了。小时候住在静安寺附近弄堂里长大，后来赶上文革，去黑龙江农场插队，一待就是8年。回城之后进工厂当工人，再后来调到上海文学杂志社做编辑。他编别人的稿子编了30年，自己几乎不写，不是不想写，是不知道写什么，怎么写。直到60岁那年，他在一个叫弄堂网的论坛上，用独上阁楼的网名开始发帖子。他写上海，写那些快要被遗忘的人和事，用的是上海话的腔调，短句子，碎碎的，一段一段发上去。没想到越写越顺手，越写越长，有网友催他更新，有出版社找他出书。就这样，他写了一本《繁花》。金宇澄后来说，他不是写出来的，是听出来的。他小时候在上海弄堂里长大，听惯了那些阿姨爷叔的闲话，那些在楼梯上、灶坯间、胭脂店门口的聊天。那些话没有主题，没有重点，东拉西扯，但每一句都是活的。他把这些话捡起来，放在书里，让他们继续活着。《繁花》出版后，有人问金宇澄，这本书到底写了什么？他想了想，说，写的是上海人的一天、一年、一辈子，写的是不想，不想是上海话，意思是沉默、吭声、不表态。书里几百次出现这2个字，每一次都不同，有的是不想说，有的是不能说，有的是说了也没用，不如不说。金宇澄用这2个字说出了上海人的性格，也说出了人生的真相。繁花的故事像一张网，网住的是3个人，阿宝、沪生、小毛，又网住他们身边的人，梅瑞、李李、汪小姐、大妹妹、兰兰、雪芝。30多年，这些人来来去去，聚散离合，在上海的各个角落上演着自己的悲欢。书分2条时间线，一条是60年代，一条是90年代，交替着讲。60年代是童年和少年，是弄堂里的游戏，是懵懵懂懂的情愫，是不知不觉的失去。90年代是成年后的世界，
是饭局，是应酬，是偷情，是算计，是恍然大悟的原来如此。阿宝的故事。阿宝住在卢湾区一栋西式洋房里，那是他祖父的房子，3层楼，有花园，有钢琴，有全套的红木家具。阿宝小时候最喜欢做的事是趴在窗口看楼下，看电车叮叮当当开过去，看梧桐叶子一片一片落下来。隔壁住着一个女孩叫贝蒂，贝蒂弹钢琴，阿宝喜欢听。2个人一起养过金鱼，一起在弄堂里捉迷藏，一起坐在楼梯上看小人书。阿宝的妈妈说，你们2个以后要结婚的。阿宝脸红，贝蒂也脸红。然后文革来了，洋房被没收，全家被赶出去，祖父死了，祖母也死了。阿宝跟着父母搬到工人新村，住在一间10几平米的小屋里。贝蒂呢？贝蒂不见了。有人说他去了香港，有人说他死了。阿宝再也没有见过他。很多年后，阿宝已经是个中年人，做着外贸生意，应酬着各种人。他有女人，但从不结婚。他告诉朋友，自己这辈子不会结婚了。没人问他为什么，他自己也不说。护生的故事。护生住在静安寺附近一栋老公寓里，他父亲是律师，母亲是医生，家里条件不错。护生性格温吞，话不多，读书一般，工作一般，什么都一般。但他有一个秘密，他喜欢一个女孩叫梅瑞。梅瑞是他的邻居，比他大几岁。她穿碎花裙子，扎2条辫子，笑起来有酒窝。护生每天上学都故意等他，跟在他后面走，又不敢上去说话。梅瑞偶尔回头对他笑笑，他能高兴一整天。后来梅瑞搬走了，护生再也没有见过他。再后来，护生结婚了，娶了一个叫方妹的女人。婚后不久，方妹出轨，和护生的朋友搞在一起。护生知道，但不想。他不离婚，也不吵，只是越来越沉默。他开始失眠，整夜躺在床上，看着天花板，想小时候的事，想梅瑞的那个笑。小毛的故事。小毛住在闸北的石库门里，家里穷，父亲是工人，母亲帮人家洗衣服。小毛从小就野，爬墙上树，打架斗殴，弄堂里的孩子都怕他。但他对朋友讲义气，谁被欺负了，他第一个冲上去。小毛喜欢过一个女孩，叫银凤。银凤比他大几岁，是弄堂里最美的姑娘。她烫卷发，穿旗袍，走路一扭一扭的。小毛看着她从面前走过，心里像有只小鹿在撞，但他不敢说，因为他知道银凤不会看上他这种穷小子。后来银凤嫁了人，搬走了。小毛也结了婚，娶了一个老实的女人，生了一个儿子。日子就这么一天一天过。小毛在工厂上班，下班喝酒，喝醉了就骂人。妻子不想，儿子也不想。后来妻子死了，儿子去了外地，小毛一个人住在老房子里，每天坐在门口，看弄堂里的人走来走去，像看一场永远不会结束的戏。繁花里真正的主角，其实是那些女人。梅瑞，护生念念不忘的初恋。她后来嫁了人，离了婚，又嫁了人，又离了。她周旋于各种男人之间，越来越有钱，越来越寂寞。有一天晚上，她一个人在咖啡馆里坐了很久，然后给护生打电话，电话通了，她却不说话，护生也不说。2个人就这么沉默着，听着彼此的呼吸声。最后梅瑞挂了电话，再也没打来过。李李，一个神秘的女人，她长得美，话少，喜欢独来独往。有人说她做过小姐，有人说她杀过人，有人说她是从国外回来的。护生认识她之后，慢慢喜欢上她，但李李从不回应，
也从不拒绝。他只是看着他，眼睛里什么都有，又什么都没有。后来李李出家了，在杭州一间尼姑庵里，护身去看他，他隔着铁门对他说：施主，回去吧。护身站在门口，站了很久，然后转身走了。汪小姐，一个精明的生意人，她开服装店，开餐厅，什么赚钱做什么。她有过很多男人，但从来不把他们当回事。她告诉朋友，男人嘛，就是用来用的。后来她得了癌症，躺在医院里，身边没有一个人。阿宝去看她，她笑着说：我这辈子值了。阿宝不知道该说什么，只是握着她的手。汪小姐的手越来越凉，越来越凉，最后没有了温度。繁花里最多的场景是吃饭，几个人约在一起，点一桌子菜，喝酒，说话，说来说去都是些闲话，谁升官了，谁发财了，谁离婚了，谁死了。有时候说笑话，所有人都笑；有时候说不开心的事，所有人都不想。饭局里的人换了一批又一批，有的人发迹了，不再来；有的人落魄了，不好意思来；有的人死了，永远来不了。只有阿宝和护身一直坐在那里，从年轻做到中年，从饭局开始做到饭局结束。有一场饭局，几个人喝多了，开始说真心话。汪小姐说她这辈子最爱的人是谁，李李说她这辈子最恨的人是谁，梅瑞说她这辈子最后悔的事是什么。说着说着，有人哭了，有人笑了，有人趴桌子上睡着了。阿宝没哭也没笑，他只是看着窗外的夜色，想贝蒂，想那些再也回不去的日子。繁花里的人一个一个死了，小毛最后也死了。他病了很久，阿宝和护身去看他，他已经瘦得脱了形。他握着他们的手说：这辈子值了。阿宝和护身不知道该说什么，只是握着他的手。小毛的手越来越凉，越来越凉，最后没有了温度。阿宝和护身去送小毛最后一程。殡仪馆里，小毛的遗体躺在那里，脸被化过妆，不像他了。阿宝忽然想起小时候3个人一起在弄堂里玩的事，那时候他们都年轻，以为日子永远过不完。现在一个躺在那里，2个站在这里。回去的路上，阿宝问护身：你说人这辈子到底有什么意思？护身没回答，2个人就这么走着，走了很久，谁也没说话。繁花全书最让我心碎的场景，不是任何一个人的死亡，不是任何一场饭局的散场，而是阿宝和护身最后一次去小毛家看他。那是深秋，天已经凉了，小毛病了很长时间，瘦得脱了形，躺在床上起不来。阿宝和护身推门进去，看见他靠在床头，眼睛望着窗外。窗户外面是老弄堂，有人在收衣服，竹竿碰着竹竿，发出脆脆的响声。小毛看见他们，笑了笑，那笑容和年轻时一样，又不一样。年轻时的笑是野的，混不吝的，天不怕地不怕的。现在的笑是软的，虚的，像是随时会被风吹散的。阿宝坐到床边，不知道该说什么。护身站在门边，也不说话。3个人就这么沉默着，听窗外的竹竿响。小毛先开口了，他说：阿宝，护身，你们来了，我一直在等你们。阿宝鼻子一酸，差点掉眼泪，他忍住问：等我们做啥？小毛说：想跟你们说声谢谢，这辈子交到你们2个朋友，值了。护身终于走到床边，坐下来，他握着小毛的手，那只手干瘦得像一把柴。他说：别说这种话，你还要好起来的。小毛摇摇头：我自己知道，好不起来了。我有件事
一直想跟你们说。阿宝和护生看着他。小毛说，我年轻时喜欢过一个女人，叫银凤，你们还记得吗？阿宝点点头。银凤，弄堂里最美的姑娘。小毛看了一辈子，没敢说出口。小毛继续说，其实我后来见过她一次，前几年在路上碰到的。她也老了，头发白了，背也驼了。我认出了她，但她没认出我。我就那么看着她走过去，一句话没说。她顿了顿，声音更低了。我一个人坐在家里，哭了很久，不是因为没认出来，是因为她老了，我也老了。那些年的事再也回不去了。阿宝和护生都不想。小毛又说，我这辈子没什么出息，没赚到钱，没做成事，连喜欢的人都不敢说，但我有你们2个朋友，够了。那天下午，阿宝和护生在小毛家坐了很久，太阳一点一点落下去，屋里的光越来越暗。小毛后来睡着了，呼吸很轻，像一片随时会飘走的叶子。他们给他盖好被子，悄悄退出房间。走到弄堂口，阿宝停下来，回头看了一眼那扇窗户，窗户里没有光，什么都没有。护生问他，怎么了？阿宝说，没什么，走吧。这是阿宝和护生最后一次见到活的小毛。这个场景之所以让我心碎，是因为它太真实了。没有哭天喊地，没有临终告白，没有再见和保重，只有3个人坐在一间旧屋子里，听窗外的竹竿响，说几句没说完的话，沉默一会儿，然后一个人睡着了，另外2个人悄悄离开。这就是人生。你以为会有一场盛大的告别，其实没有。告别的时刻往往就是这么轻，这么淡，淡到你都没意识到那是最后一面。小毛最后说的那件事，在街上遇见银凤，没敢相认，让我的心揪了一下。他等了一辈子，念了一辈子，终于见到了那个人，可他已经不认识他了。他也老了，他也老了。那些年的事真的回不去了。金宇澄用这个细节说出了人生最大的残酷。你念念不忘的人，可能早就把你忘了；你耿耿于怀的事，可能早就没人记得了。你以为你们之间还有某种联系，其实早就断了，只是你一个人还攥着那根断了的线。繁花写了30多万字，几百页，几十个人，但如果你问金宇澄到底写了什么，他可能会说，写了不想。不想这2个字在书里出现了1000多次，每次出现意思都不一样，有时候是不想说，有时候是不能说，有时候是说了也没用，有时候是心里有万句话，嘴上只2个字。这是上海人的性格，也是中国人的性格，更是所有被生活磨过的人的共同语言。第一，关于不想。繁花里的人大多不想，阿宝不想，护生不想，小毛不想，那些女人也不想。她们不是没话说，是有太多话不能说，说了没用，说了更伤心，说了也改变不了任何事，那就别说了。阿宝这辈子爱过贝蒂吗？爱过，但他不想。贝蒂走了，他找过吗？没有，他不想。后来他有过女人吗？有过，但他不结婚，也不想。为什么不结？他自己知道，但他不想。护生知道方妹出轨，心里难过吗？难过，但他不想。不离婚，不吵架，不质问，他只是失眠，整夜整夜躺在床上看天花板，那些话都烂在心里了。小毛喜欢银凤，喜欢了一辈子，他说过吗？没有，他不想。后来在街上遇见，认出他，他没认出他，他还是不想，看着他走远，回家哭了，
哭也不想。金宇澄用不想告诉我们，人生大部分时候是没有办法的，没办法的事说也没用，不是懦弱，是清醒。清醒的知道，有些话说了也是白说，有些人留了也是白留，那就别说了，别留了。第二，关于时间，繁花两条时间线，60年代和90年代交替着讲。60年代是彩色照片，90年代是黑白照片。60年代有金鱼、钢琴、贝蒂的笑，90年代有饭局、偷情、汪小姐的账本。金宇澄不是要怀旧，是要让你看见世间的残忍。那些你以为过不去的事都过去了，那些你以为忘不掉的人都忘了，那些你以为永远不会变的都变了。时间不会为任何人停留，哪怕你哭得再大声，他还是自顾自地往前走。阿宝在60年代趴在窗口看电车，在90年代坐在饭店里应酬。贝蒂在60年代弹钢琴，在90年代只剩下一个名字。小毛在60年代打架，在90年代躺在床上等死。时间把一切都磨平了，把所有人都变成了另一个人。第三，关于城市，繁花写的不是上海，是上海的消失。那些弄堂，那些石库门，那些在楼梯上、灶批间、胭脂店门口说话的人，正在一点一点消失。新的楼盖起来，新的路修起来，新的人住进来。他们不知道从前这里是什么样，不知道从前的人在这里说过什么话，做过什么事。阿宝小时候住的洋房，后来变成了单位办公楼；护生住的老公寓，后来拆迁了，盖了商场。小毛的石库门，后来变成了一堆瓦砾。那些地方不在了，那些人也不在了，只有这本书里，他们还活着，还在说话，还在不想。金宇澄用一个比喻，上海像一条河，人在河里浮沉，有人浮上来，有人沉下去，最后都流走了，汇进大海。没人记得谁浮过，谁沉过，但河记得，书就是那条河。第四，关于生活，繁花里没有大起大落，没有英雄反派，只有一顿一顿的饭，一场一场的剧，一个一个的不想。你以为什么都没发生，但翻过最后一页，你发现他们的一辈子已经翻过去了。这就是生活，它不是电影，没有高潮，它不是小说，没有结局，它就是一天一天的过，一年一年的过。然后忽然有一天，你发现自己老了，发现有些人已经不在了，发现那些年的事已经记不清了。金宇澄用这个方式告诉读者，不要等，不要等有空了再去见那个人，不要等有钱了再去过想要的生活，不要等以后再去说那些话，以后可能没有以后了，现在不想就永远不想了。第五，关于孤独，繁花里每个人都是孤独的。阿宝一个人住，护生一个人失眠，小毛一个人等死，梅瑞一个人在咖啡馆里坐，李李一个人在尼姑庵里念经。他们身边有人，但又没人，他们说话，但又没说。金宇澄用无数个饭局写孤独，饭局上那么多人，说那么多话，吃那么多菜，可散场之后呢，各回各家，各睡各觉。那些话明天就忘了，那些人下次不一定见。热闹是暂时的，孤独是永恒的。阿宝和护生从小一起长大，一起变老，他们是朋友吗？是，但他们说的话加起来也不到一本书的1/10。大多数时候，他们只是坐着喝酒，不想。这就是男人的友谊，不需要说太多，不需要天天见，知道对方还在就行了。河上繁花，上海那些弄堂还在眼前晃，你好像能听见竹竿碰着竹竿的声音，能闻见灶坯间里飘出来的油烟气，
能看见那些人在楼梯上，在胭脂店门口，在八仙桌旁说着话，不想着，过着一天又一天。你可能不是上海人，没住过弄堂，不知道石库门长什么样，但你一定认识阿宝这样的人，话不多，朋友不多，心里藏着一个人，一辈子没说出来。你一定认识护生这样的人，温吞沉默，被生活磨平了所有棱角，连愤怒都不会了。你一定认识小毛这样的人，粗野仗义，心里有火，嘴上却说不出。你甚至可能认识梅瑞、李李、汪小姐，那些周旋于各种男人之间的女人，那些越来越有钱也越来越寂寞的女人，那些最后一个人躺在病床上，一个人住进尼姑庵的女人。她们的故事不一样，但她们的那种孤独是一样的。金宇澄写这本书，不是为了让你同情这些人，是为了让你看见这些人，看见他们的挣扎，看见他们的沉默，看见他们在最热闹的地方却过着最孤独的生活。然后你可能会想，我呢？我是不是也在过着这样的生活？饭局上笑着说话的那个人是我吗？夜里睡不着的那个人是我吗？心里藏着一辈子没说出来的人是我吗？这个问题没有答案，或者说答案在你自己心里。最后，我想把书里最常出现的2个字变成一个留给你的问题。你有没有一些话一直想说，却一直没说出来？你有没有一些人一直想见，却一直没去见？你有没有一些事一直想做，却一直没去做？如果答案是有，那你准备什么时候不再不想？愿你所有的沉默最后都能被听见，愿你所有的不想最后都能被懂得。晚安。